大家好，我是小杨，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肉皮冻的做法。平时咱们一锅只做一种，今天咱们用一锅做出3种口味的肉皮冻。这3种肉皮冻分别是晶莹剔透的水晶皮冻、最受欢迎的传统皮冻和荤素搭配的老北京豆酱，相信总会有一款适合您。制作肉皮冻的主材是肉皮，无论是积少成多还是直接购买，最需要注意的是肉皮的新鲜程度。不新鲜的肉皮会产生一种怪味，用北京话说叫哈喇味或油碾子味。有这种味道的肉皮可千万别用，这种味道很难彻底去除，不然挺好的一锅肉皮冻就彻底毁了。这些肉皮都是我短期内积攒起来的，而且是取下肉皮后就立即放入冰箱冷冻。尽管如此，用之前还是要仔细的闻一闻，检查一下。将清洗干净的肉皮温水下锅，放入料酒去腥，大火将锅煮开，焯水3分钟，然后将肉皮捞出，趁热拔出猪毛，随后将刀倾斜，紧贴着肉皮把大量脂肪去掉，再把刀竖起来，反复平行移动，将肉皮上残余的油脂刮干净，另一面也要反复刮一遍，这样做可以去掉一部分腥味。肉皮切成什么形状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只要尽量长短宽窄一致就可以。在切好的肉皮中加入盐，用力的反复搓洗，这样做的目的是进一步去除肉皮上的油脂。加入温水继续清洗，您就能看到水中还含有大量的油脂，颜色发白。一定要多换几次水，反复清洗掉油脂，不然肉皮冻的汤会很浑浊，直至水变得清澈，这个步骤才算合格。这时肉皮已经非常干净，油脂也所剩无几。将肉皮放入锅中，加入体积大于肉皮4倍左右的清水。如果用砂锅等不易消耗水分的锅具，可以用3倍的水量。大火将锅煮开后，不断撇去浮沫，去除肉皮中最后剩余的一些油脂。肉皮冻所用香料特别简单，净重2斤的肉皮只需要2颗八角、1小把花椒、1小块桂皮、2片香叶就足够了。不要用太重的香料，您设想一下，肉皮冻在口中融化后带着浓浓的香料味，能好吃吗？将香料装在调料袋中，会更利于最后将它们取出。将调料袋放入锅中，再放入几段葱、几厚片姜，盖盖，转至小火煮50分钟。这里说明一下，做肉皮冻一定要用小火煮，不然汤一定会变得浑浊不透亮。50分钟后将葱剪出，葱不宜在汤中久煮，时间久了会有酸味。放入8克盐，再煮1分钟，让盐彻底融化。将部分肉皮和汤盛到容器中自然冷却，这第一种水晶皮冻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做第2种肉皮冻，最常见也是最受欢迎的传统皮冻。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做这种肉皮冻的也最多。加入一点点糖，不为吃出甜味，只为增加一些回味和掩盖住接下来要放入酱油的淡淡苦味。加入黄豆酱油来调节颜色，建议颜色不要太深，深琥珀色既能显得比较剔透，也会让人感到很有食欲。再煮10分钟，将酱油煮熟，也让酱油的味道渗透到肉皮之中。10分钟后，捡出锅中的姜片和调料袋，将部分肉皮和汤盛入容器中自然冷却。这第2种传统皮冻就做好了。最后我们用锅中剩余的肉皮和汤来制作老北京豆酱。所需配菜有提前泡好的黄豆和青豆，最好能泡足8小时，隔夜更好。熏干切丁，胡萝卜切丁，将这些配菜全部放入锅中。其实还应该放点泡掉盐分的水疙瘩丁，可惜没买到，您有的话可以加入半个。老北京豆酱的颜色还要更深一些，所以需要再补充一些酱油。继续保持小火，盖盖，再煮20分钟。20分钟后，当锅中的豆类已经软烂，就可以盛入容器自然冷却了。至此，3种肉皮冻全部制作完成。等3种肉皮冻全部冷却后，放入冰箱冷藏6小时就可以吃了。请一定注意是冷藏不结冰的那层啊，可别放错了。肉皮冻成型是依靠胶原蛋白凝固，而不是依靠冷冻凝固。经过1宿的冷藏，肉皮冻已经彻底凝固了。这是煮了50分钟最早出锅的水晶皮冻，虽然时间最短，但也足够劲道了。如果喜欢吃清淡的口味，这种肉皮冻很适合您。传统的皮冻大家都很熟悉，没有什么可介绍的，颜色呈琥珀色，清澈透亮，有筋道。老北京豆酱是很多北京人的最爱，口感口味和刚刚的2种肉皮冻会略有一些不同，丰富的配菜也带来更均衡的营养，很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吃的时候做个蘸汁儿，蒜泥、米醋、生抽、香油，喜欢吃辣再加点辣椒油，蒜香浓郁，劲道爽滑，满满的胶原蛋白，解馋又不长肉，实在是太地道了。小时候过年前后，肉皮冻是一道必备的佳肴。
因放在屋中绘画，一般都放在院中的空水缸里。春节前后的北京温度依然很低，所以吃的时候肉皮冻会带着细小的冰碴，吃到嘴里的那种感觉，我至今依然无法忘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小时候的美味到现如今早就不值得一提。比肉皮冻好吃很多的东西也实在太多，但儿时的记忆特别奇怪，时间越久反而越发清晰。我总会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怀下，不经意间突然就会产生特别想吃小时候味道的冲动。每吃到那种熟悉的味道，我仿佛就会置身儿时的那片天地，兴高采烈地用马粪香点燃着爆竹，小脸通红的和小伙伴们追逐嬉笑在胡同之中。那片天地的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过节的味道，纵使天寒地冻，也冰封不了少年们一颗颗火热的心。这肉皮冻的做法就是北京寻常百姓家的做法，伴随着我从小到大，它的味道谈不上有多惊艳，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段值得回忆的童年和深藏在记忆中难以抹去的味道。我是小杨，就爱你们好好吃饭的样子。下个视频咱们不见不散。